大家好，我是小玉。苍耳，大家都非常的熟悉，尤其是对于咱们农村的朋友来说，从小看到大的。以前放学的路上还会摘一些苍耳，对其他的朋友进行恶作剧。相信生活中很多人都特别讨厌苍耳，回家的马路上随处可见，一不小心就会沾得我们满身都是。它的表面有特别多的尖刺，就像一个个缩小榴莲一样，非常尖锐。苍耳的树枝比较矮小，不是特别高，我见过最高的大概就是到人的腰部。苍耳只是它的俗称，在我们老家还有一种叫法，叫做贼娃子。之所以这样称呼它，是因为它经常会粘在人或者动物的身上，这是它传播种子的一种途径。但是粘在身上还好一点，要是不小心粘在了头发上，那就糟糕了。往下拿的时候，那叫一个疼。它的生命力非常顽强，喜欢长在田埂旁边，所以很多农民看到都十分的头疼，却不敢招惹。嫩嫩的苍耳，它果实看起来嫩嫩绿绿的，而当苍耳老了之后，它的颜色就不是这种嫩绿色了，会偏黄一点。但你知道吗？其实苍耳不仅仅是一种让我们讨厌的植物，即使它的优点也非常的多，而这一点在咱们老祖宗身上就体现得淋漓尽致。以他们的聪明智慧，早就发现了苍耳的可贵之处，并且早已完美利用起来了。只是现在很多人，尤其是年轻一辈的人们，都忘了这些方法。亲人们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是哪些方法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一把苍耳，这里用到的苍耳，不管是老苍耳或者是新鲜苍耳都可以。苍耳表面有许多的刺，密密麻麻的，我们用筷子将它夹起来，放到火上面去烤一烤，把灶台上面的火调到最小，将苍耳夹起来放到火上面，一边翻动一边烤。如果只是长时间的烤一个位置，那么很容易就被烤糊了。烤糊之后就没用了，每一次烤约3到40秒左右即可。站在旁边能闻到特别浓郁的苍耳果的香味即可。烤好后，我们把苍耳放到一只小碗里面，接着往里面加入少量的小磨香油，用一根筷子将它们搅拌均匀。我现在每天都用心分享做菜小技巧，亲们能不能给我个免费的爱心，鼓励一下？万分感谢您了。搅拌均匀后，盖上保鲜膜，放在一旁，泡上4到5天，泡的时间越久越好用。其实苍耳除了可以放在火上面烤一烤之外，如果你觉得这样烤起来比较麻烦，那么还可以把它放到锅里面，具体做法也非常的简单。我们先把锅烧热，然后将苍耳放在锅里面，把火调到最小来进行翻炒，要把苍耳炒熟，炒至微微发黄即可。虽然说用到都是2种不同的方法，但是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。其实现在村里面还有许多老人也有用苍耳泡水喝的做法，但是很多人不知道，即使用苍耳来泡水也是有讲究的。虽然说苍耳是一种非常好的材料，但是它是含有微毒的，如果直接用来泡水喝，那么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所以说，喜欢用苍耳来泡水煮水喝的朋友，一定要记住，苍耳不能直接用来泡水，因为里面含有微毒，好在毒性不强。而且我们都知道中医有句名言，叫做是药3分毒，只要是中药或多或少都带点毒性，但这正好也应了中医相生相克的理论。所以呢，一定要把它烤熟，或者是炒熟之后才能进行冲泡。苍耳泡好之后，我们现在就可以沾取里面的香油，擦在我们的手上或身体的其他地方。用苍耳这样泡出来的油，我们不仅可以冬天用，夏天也可以用。夏天蚊虫比较多，身上总是被蚊虫叮出许多的小红包来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苍耳泡出来的香油，在小红包上面轻轻地涂抹一下。说到这里，又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蚊虫。
感觉特别多，在外面玩上半天，回家后胳膊上、身上到处都是小红疙瘩。这个时候，外婆就会把它擦在我的手上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知道这个方法的原因。而冬天天气十分干燥，尤其是对于我这样的全职家庭主妇来说，每天刷锅洗碗是必须要做的事情，这样就导致了我的手非常的干燥，而且特别容易出现开裂、发干、脱皮的情况。想让我花高价钱去买一些护手霜，我可是舍不得的，所以我也会用它来涂一涂，擦一擦自己的小手。用来泡水的苍耳，我们尽量选择越老的苍耳越好，越老的苍耳它的颜色开始发黄，也更加的干燥，里面的汁水也越少了，而营养成分却更加充足。除此之外，我们用苍耳来泡水的时候，里面还可以加一点点红枣，都非常不错，搭配起来颜色也更好看。日常的生活中，我们也可以用苍耳子来煲汤，苍耳子和瘦肉一起煲汤，对于小孩子的鼻炎有好处。5克苍耳子加上100克的瘦肉，炖成一锅香味浓郁的苍耳瘦肉汤。平时大家的熬制甜酒的时候，不但可以放枸杞和红枣，也可以在里面放上几颗苍耳子。甜酒自身的甜味可以遮掩苍耳子的苦涩，这样的甜酒酿对于祛风活血是有好处的。重要的是，苍耳子基本在野外是随处可见的，甚至都不用刻意的采摘，只要去苍耳丛里走上一遭，就可以回家直接采摘了，是不是很方便呀？苍耳可以入药的，就是它成熟的果实。苍耳子是常用的中药，它的入药部位是苍耳干燥成熟带苞的果实。苍耳子味苦，性甘辛，温和，主要归肺、肝经。它的主要功效有发散风寒、通鼻窍、祛风湿、止痛，主要用于治疗风寒感冒、鼻炎、风湿痹痛、风疹瘙痒等症。苍耳子临床使用的禁忌症主要是血虚引起的头痛、关节疼痛等，过量服用易中毒。具体的用法要看医生怎么来调配了。再好的东西都不适用于每一个人，因为每一个人情况和体质都不一样，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慎用。最后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对你有所帮助，喜欢的亲人们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小玉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，拜拜。